大家好，欢迎回到交易之刃。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对市场进行分析和展望。交易之刃这个频道是一个小众的针对交易者的分享的频道。那么如果您有幸看到我们频道对您的交易有一定帮助，请给我们点赞、分享、转发。我们在这里不会马后炮，也不会去预测市场的走势，而是分享对市场的观察和我自己对市场上的应对。好了，请您进入我们今天的视频。大家好，我们来做一下这周的复盘。那么这周呢，我看到了一个周五出现了一个类似于比较反常，或者是出乎于大家意料之外的一个比较大的上涨，那么把整个周线拉成了一个阳线。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在技术层面上就看到了一个周线级别上涨趋势的确立。那么我们该如何去交易？我跟大家去分享整个这个结构，我们该如何从交易的角度去看。然后呢，又发现很多小伙伴又慌了。特斯拉我们财报才分析过，又说了基本面很多人去质疑它的需求不足了，特斯拉这个上涨或维持它这么高的估值的逻辑不存在了，大家又慌了。那我们今天呢，再次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我不认同，就是它的盈利率受到影响，或者说它的基本面上出现重大瑕疵的这么一个逻辑，这是我不同意的。我不同意在哪里？我们再把这个逻辑说一次。那么再跟大家复盘一下，就是我跟大家讲了很久的这个 Netflix 交易。那么这个交易，我希望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去规避一个风险，然后呢，如何去看一个主力控盘的股票，然后去找到它的机会。那么如果我看错了，我也会跟大家分享我做错的地方，我觉得也非常有价值。那么这一次呢是比较幸运，上天给了饭吃，那么我们吃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波段。那么我们该如何去判断下一次再出现类似的情况？那么为什么有同学或者说有群友问我说，在之前的一个回调，或者说在ER前的一个回调能不能买？我当时说的是可以买，但是我自己不会，而是要等ER之后的突破。为什么我们不在一个更低的位置买，而选择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去买呢？那么我会跟大家再次去分享一下判断交易，我们的交易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买在最低就是最棒的，还是说我们要买到更高的确定性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今天的内容比较多，那如果后面还有时间的话，我还会跟大家一起做一下关于现在市场上一些消息的解读。那么这个消息解读的话，我还愿意去解读一下关于中期选举的这些故事，跟大家闲侃胡侃一下。那么作为我们后面的一个娱乐的部分，那么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看下面的时间轴然后去挑你喜欢的部分。那我们今天开始今天的视频。好，我们来看一下周线级别的这么一个走势。那么我们从价格行为上来跟大家分析周线级别的走势。那么周五的时候，这根阳线拉起来以后大家看我们这个周线图。那么周线图上就可以明显的看到了一个 RSI 的这样的一个，这叫什么底背离。那么也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大级别的这种连续的底背离，因为这个地方没有 reset， 所以说这可以看作一个连续的底背离。那么我们再看 MACD，MACD 这里也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底部的结构。那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我们通过简单的笔操作来看，这是一笔这是一笔下，这是一笔周线的上，那么这是一笔下。那么如果这个位置的成立，底部是成立的，那么这个 ABC 就完成了，而且不排除它就是一个我们这波回调，也就是我们这波形势的一个结束，这是可以的，这是可以在这里从技术面上结束的。那么你基本面上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什么是不是美联储 pivot 了呀，经济衰退了，你有很多很多的原因。但是我们从技术上就可以看到周线上的这么一个强势，而且大家看绿色带形成的这种支撑是非常强的那么支撑非常强重，我们第一阻力位3831，那么第二阻力位3958，那么就成为这就是一个向上周线的这么一个向上的这么一个操作，一个月份。那么我们再来看时间，现在进入了10月的21号10月21号，10月21号，那么我们知道10月份要结束了以后，11月和12月是每年最强劲的2月，也就是每年的上涨最重要的就是这2个月。那么这2个月给出一波反弹，或者说这2个月是比较利于多头的，也就是空头的时间
是出现了一个什么呢？不足啊，在这个时间上空头是不足。那么我们通过周线级别的分析，那么我们来看，如果这个地方我们就开始选择做多，请问大家，如果我错了，我该怎么办啊？我错了怎么办？那么我们要列出一个比较完整的交易计划。那么周线上我们看到了，这里是个非常大结构的一个下跌的完成。那么你可以在周线上看作这是一个 ABC 的结束。那么弹起来之后，当然这里可以形成一个中枢或者是盘整区。那么你在下做这个1、2、3、4、5也是可以的。那么你像这个2000年那波啊，连续受到打击，泡沫，然后又出现了什么911，又出现了安然作假，那么连续跌了很长时间，将近有2年半，那是比较长的。那它中间也有非常大的反弹。那我们先把这波反弹先给它确定到这个位置。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个股，那么来看一下我们的指数啊，也不是个股的指数。指数的话，我们来看日线上的一个走势。日线上指数这里也是形成了一个底部的背离之后啊，形成了一个大的阳线的不破啊。这个大阳线不破以后，它就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支撑。其实昨天我在这个位置上，我在复盘的时候，我认为这个位置还是偏空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位置应该它形成了叫一大坨啊，就这个一大坨出现了以后，它大概率是向下的，它不应该是向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以美股的特性来说，它是比较容易走出什么比较尖的这么一个状态，大家看都是比较尖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尖的一个状态。但是今年的特点就是每一次反弹的底，大家看啊，这是一个底出来了以后，这儿又折腾了几天，这是底出来了以后。折腾了将近2礼拜啊，那这底折出来以后，你看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折腾啊，那么不排除后面还要折腾。那么我们作为交易者，从日线上来看，我们只需要关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就是大约3600的这个位置上做出一个日线级别的防守，这个位置不跌破，我们就看多做多。那你说了，那已经是3752了，对不对？已经3752，那我3600差150点呢？那150点对于一个快4000块钱的这么一个指数来说，那你说又将近3.5%啊，有点多，有点多的话也没关系，我们可以做的再细，那就是在13日这个左右和5日线的交叉处这个位置上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防守，这个位置上做一个防守，防守什么呢？守这根阳线的一半的位置也可以，也可以。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位置上这个位置上，在它突破以后做多也可以也可以。就后面其实有非常多的机会，而且我认为后面的话，很多个股的机会会非常的好。那么具体的原因，我们还可以再看很多的一些数据来做这个判断。好，那我们来到 W3 Data 上这个网站。我会把这个链接放在这里。那这里面很多的数据，其实情绪上看都开始转向了什么呢？转向了中性这里都转向了中性，也就是我们在交易的过程中找到这种叫做物极必反的机会，在现在没有。所以当一个情绪或者说我们看到很多指标是中性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依赖于就是一个价格行为或者是价格上的这么一个操作那么大家看，比如说我们看简单的几个点，比如说看 NAMO， 这就是一个偏多的这么一个态势，对吧？偏多，但是它又不是特别的超买超买。那么我们再看 NMO， 这里也是形成了这么一个2次反攻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市场上其实是非常无聊的，走的是其实非常无聊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3个小阴线之后的一个阳线，今天就改变了整个市场上的一个格局和看法。好，那我们再来过来看那市场情绪另外一方面，我们来到 Sentiment Trader 的 report， 希望大家呢如果喜欢他的服务去订阅他的服务，我也没有任何的个人推荐的所谓链接或什么的大家呢就是只是我是他很多年的一个用户了我一直都是用它作为一个非常主要的宏观的一个参考。那么它呢这里列举了几个包括散户的这个 put call ratio， 这是在我们这个周中也就是周一周二的一个分享，然后又看到了它的一个模型。但是大家注意，它这个模型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模型一般来说真正的底部，大家看这个真正的底部它最好有一个 higher low 最好有一个 higher low 出来，还是一个真正底部的这么一个出现。大家看这种就是说2次触底也不一定 higher low 吧，你看这也是08年，这是个2次触底，这也是2次触底，这是第3次甚至于第3次触底。
那我们这个地方又是触底了啊，又是触底了。那么意味着说，我们是不是该买入呢？我觉得从投资的角度来说，大家可以看它的统计啊，包括 Big Money，它所有的统计大家看，其他不用看啊，因为一个月内是很多分歧的，有的统计涨，有的统计跌，2个月也是，6个月也是。但是不管从哪个角度，它的角度去分析，那12个月100%，12个月100%啊，12个月100%。那么统计其他的，基本上1年以后，大家看都是一个86%。那么这个模型就86%， IWM 的。那么它在这里看12月100%啊，那么这个地方就可以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在统计这个地方6个月100%，12个月89%是 XLU 啊。那么后面的话就是它的这些统计几乎这是咖啡，所以它几乎都是对于指数来说，1年以后你都是一个正收益。那么我有的朋友说了，那当下这环境不一样，1年以后又开始啊，那么就是下跌的时候就是一种带情绪嘛，你就是说多他就会骂你。所以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方就是统计出来历史上的结果。那历史上的数据可不可以对我们现在做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引导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引导，因为我们知道交易的核心本来就是多空方面的一个博弈。那么现在的话，看空的人多，而不是说到一个什么群去问啊，是你看空你看多，这不是，而是市场的一种行为在里面啊，大家大量的买这个看跌期权啊，大量的去看这个有这个非常多的现金仓位啊。那么现在的话，我们也看到整体上的情绪进入了一个中性，那么就是非常利多的一个状态了啊，那么而不是这个走入即立反了。所以那么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从一个非常恐慌的状态，大家不是那么恐慌了，然后呢，大家呢又开始进行什么呢？进行了一个操作啊，进行一个买入的一些操作。同时，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个观察啊。首先，我们来看 VIX 这里出现了一个双头，而且出现了 MACD 的这个顶部双叉。顶部双叉之后呢，很少 VIX 是做一个盘整在上。那么这个位置上，我们说向下的空间就是比较大了啊，这是第一个点。那么第二个点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今天债市的表现其实是非常差的啊。今天债市的表现非常差，那我们看到 US 10年，US 10年的这个债息出现了一个顶部的这么一个 K 线。那么今天从4.3几线往下掉了，因为今天的美元是下了，日本去干预了一个汇市。那么10年债息走成这样的话，股市并没有跟着疯狂的下跌。那么这里就体现出了一个反脆弱性。什么叫反脆弱性？就是如果我们看到债市和市场上对于黑天鹅的一个判断，那么什么叫黑天鹅？黑天鹅就是大家没有预期的一个东西。所以说瑞信也好，英国也好，那不叫黑天鹅啊。那我再强调一遍这个定义。那么市场可以看到的是，当联储在加息的过程中，相当于我们到了一个压力非常非常大的位置。那么我们比如说在房贷市场啊，包括房地产市场，其实是做了很多很多的一个保护，知道有些重要的水管要护住，哪儿要保护好。但是当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你一个老房子其实就不知道哪儿就会那水管就崩塌了，就崩了，就水就漏了。那么英国的这个地方就是大家出乎意料的地方，突然间，那英国的央行是快速的做出了一个决定，是非常厉害的，做一个表糊匠马上处理了水管工。但是我们市场上的最大的担心就是不定哪个地方就崩塌了，所以市场非常害怕的是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市场所担心的，所以才会产生担心的这些问题，才会产生对于市场上这种非常大的悲观情绪。那么这些悲观情绪，我们之前分析的这个 sentiment trader， 这种悲观的情绪其实就是一种长线投资或者买入的这么一个机会。好，那么这就是我们对于指数的这么一个看法。那么我们从一个周线级别的机会，我说这是周线的机会，到我们日线上，到我们小的级别上的买卖点。那么平时呢，我们就在 Discord 上每天跟大家复盘，再去更新现场的选股和这个看法。那么这是今天呢我们的第一个部分。好，我们下面聊特斯拉。特斯拉这个话题呢，我们其实在财报之后已经做了深刻解读。然后你看这样消息就出来了，特斯拉还可能需要卖Elon Musk 可能卖10 billion 特斯拉股票，买 Twitter。然后呢，还有就是很多关于特斯拉它的需求的这么一个减缓的这么一个判断。
那我个人呢不是特别同意，我跟大家讲讲我的观察点，为什么我不是特别同意，就是对于特斯拉来说，现在出现了严重的需求问题。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讨论和学习，我们为粉丝们建立了交易之刃的 Discord 讨论频道，在这里大家可以跟很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一起来讨论学习，分享股票的知识。好，首先第一个呢，毛利率的降低，这是我们在复盘的时候跟大家讲到了，这个毛利率的降低，或者说这个地方我们说了，这不是差，这个之前都差11，然后呢11到12，那么这个地方差了多少呢？这个地方差了13到14，那么这中间的那个2亿去哪儿了，对吧？200个 million 他们去哪儿了？那么这2亿，我们其实是给大家解释了，就是有2万辆车在路上还没有交付，所以它下个季度这个盈利率还会非常高，应该还会维持在30%以上。一个汽车赢到30%，我觉得太高了。然后呢，还有一个需求放款，就是说，第一次出现了生产就是多，然后接收少。那么，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当然公司的解释是说，特斯拉现在呢，就是很多车它在这个造的太快太多了，那么送车的这个叫做物流出现了一个瓶颈，这个非常 make sense。但是呢，又无法通过这个解释，就是打消大家的一个疑虑。那么大家就想说，那你后面需不需要降价？那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问大家，这个特斯拉最早出 Model 3的时候，我们来对比一下啊，就是最早出 Model 3的时候，也就是 Model 3和它的目标是什么？目标到底是什么？那么特斯拉最早出Model 3的时候Elon 说的是，他的意思是说要通过一个便宜的车型，因为最早是 Model S， 它不是很贵，它是通过一个便宜的车型，让全世界大多数人去开电动车用这个电动车呢去取消或者说取代燃油车。那我们看到的是产能的巨大提升，这是毋庸置疑的。产能巨大提升之前它是个瓶颈，那么这个时候特斯拉它现在的 Model 3的定价是否是一个经济型轿车呢？不是。那么这个地方看到跟4万多吧，咱们叫4万多。那么有一部分的需求是因为在等明年的联邦的这个怎么说呢刺激法案就是这个就叫 tax credit 7500左右还是多少，还是5000，它有一个降价，相当于变相的一个降价，大家就把订单取消或者推迟。那么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它这个价格还是太贵还是太贵。你46000块钱，如果30%的咱们说30%的这个毛利，那么它的成本应该是在3万，也就是这个车卖3万，它是一个亏钱或者说收支平衡。那么如果它现在降价到4万块那么它仍然有多少呢？它是3万是收支平衡的，4万块它仍然还有很多的这个利润，那它的利润的空间还仍然是不小的，就是成本是3万，对吧？然后它可以卖到4万，或者说它可以卖到3万5。那么如果卖到4万，我们说卖到4万加上我们说 tax credit 7500没有，就说5500都行，或者说7500吧。那么你7500也好，5500也好，那么这个时候一个4万块钱减去这些5500也好，7500也好，就变成3万5左右的这么一个车了。那么3万5左右的一个车，我们来对标一下凯美瑞。现在凯美瑞这个车基本上也都买不到，还得加钱。那差不多呢，就是一个比较高端的混动车，高端一点的，也大约得在3万左右。所以说你在对标一个3万左右的混动凯美瑞的时候，我不愿意支付5000多块钱去买一辆特斯拉？特斯拉的优势有没有大到一个大约20%对于凯美瑞溢价？我觉得是有的，也就是说，特斯拉它的需求是在那里，因为真正的需求大的市场，它一定是中低端市场，也就是我们平常的菜车就是买这个菜车，它才是一个最重要的这么一个市场。你花一个宝马钱5、6万
去买一个菜车，这个不 make sense。那么现在来说，汽车整体上价格都比原来贵了左右，那么价为3万的车，那它3.5万左右就很有竞争力。那么如果它真的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需求不足，而且事实上也会，为什么？因为这么贵的车啊，你现在 Model 3的贵的是6万多，Model S 都10几万，X 10几万一辆车购买房子了。那么你要知道，这么贵的车，它能消费它的人群只是上面的那一点点。你真正想把特斯拉这种电动汽车去推广给所有的普通用户，你必须要把它做成一个老百姓开得起的车，或老百姓都能接受的车。那么只要降到一个，比如说让利从30%到20%，其实就很好了。而且我对于特斯拉来说，我不是特别喜欢他提出什么股票回购啊，它的现金流仍然非常充裕，而且我也不同意现金流减少了这个说法，因为现金流就压根就不应该增加。我的认为因为现金流的增加意味着这个公司没有地方花钱去做研发，没有地方花钱去再次扩张，那这是一个公司的一个悲剧，尤其是高成长公司。我认为他应该把钱用在更多的研发、科技机器人都可以。而且我认为一个伟大的企业，像特斯拉，它压根就不应该靠造车卖车就不应该挣钱。我们举个例子，麦当劳卖汉堡挣钱吗？不挣钱。麦当劳不是靠卖汉堡挣钱，卖汉堡麦当劳挣不着钱。Costco 不是卖货挣钱，毛利率只有13%，那挣什么钱啊？所以 Costco 也不是卖这个卖货挣钱。像亚马逊卖 Kindle 这些 Fire 它挣钱吗？它赔钱的。就是硬件的产品，它其实是为了软件以后推广应用。软件是一个非常大毛利的，这个几乎80%-90%毛利率的这么一个东西。硬件这种属于重资产，那么你从一个重资产卖这些汽车，无非就是相当于搭载这个轻资产的这么一个壳。你让它的市场渗透率增加之后，大家我便宜的卖给你一个工具形成瘾，经常使用以后，我不断的在这个平台上撸你的羊毛。苹果也是我一旦形成了一个使用，我就不断的通过 APP， 你使 APP， 你在 APP 上付款，我苹果就收一笔税。苹果大量的收入是来自于这个呀。其实手机真的是毛利率其实38%也不低了，但是苹果它主要收入慢慢也转向这种轻资产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公司的伟大，我个人认为，我希望特斯拉反而让这个车越便宜越好，直接就是面对的是什么呢？不再是高端去打什么 BMW 什么奔驰这些高端路线，直接去正面硬刚凯美瑞和雅阁这样的这个菜车然后呢，确实在公司的另一方面也提到了，他们在研发更便宜的，便宜一半还是便宜更多的这么一个菜车或者说便宜类型的车，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向。同时年底还要上塞麦，就是卡车的。卡车比小更卡车头，这是非常贵的一个，而且是非常大的一个市场。那么另外一点大家注意，还有什么？还有就是 Cybertruck 自动驾驶那个机器人，虽然我狂吐槽吧，但它也是发展一方向，就开发了不到1年那下次希望别3个人搬它上去，你下次让它自己走上去，是不是就很大进步了呢？所以我觉得就是从需求上直接就认定说特斯拉长期增长的动力是不足的，至少在这点上我认为站不住脚。而且即使是这样原因，我们来看回到交易，回到股价，即使是这样原因，大家想过没有，它是今天才有这个 concern 吗？今天大家才看空吗？是这个地方假突破下来之后，一直都是在怀疑它的产能和需求不匹配，也就是需求变弱呀。这是说已经在 price in 它的不能够快速增长，因为现在还能维持50%以上的增长，它的 PE 只有70多，那么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这个公司太便宜。我们来 Finviz 上看看特斯拉。所以我们在分析一个股票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说听风就是雨。我也不知道多少咱们的信仰投资者去看人家财报和听财报会议。我在晚上特别认真的听财报会议，在问大家怎么看的时候，竟然没什么人知道，不知道在说什么，没人听。那你们不作为信仰者，那你们信仰者都不听财报，不听会议，那你们都在干嘛呢？都听 YouTuber 吗？对吧？所以我们来看PE 77 ，Forward PE 38，这对于一个年增长确定性在1-2年内都是50%以上的公司，
这是个超低估。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从交易的角度出发，我们该如何去做？好，我们说了，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跟大家讲，一定要在这个位置上防尾部风险。为什么？因为这个200块钱到210这个位置上一旦掼破，它下面是没有什么支撑的空间的，它就会非常快的向下，而且杀你。但是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类似于底部的一个结构，就是说这个位置上有买盘啊，这个位置上是有买盘的，有买盘后来知道是开心物的或者是其他一些基金，大家知道这个地方爆量有买盘意味着什么？有换手，就上面的一些套牢盘再往下换，他们在卖给他嘛，这些套牢盘割肉在这卖。那么这个地方如果没有买盘的话，你想这个上面的筹码空它就会一直跌，跌到你有什么时候有买盘，什么时候这些人开始卖，它不就出现了换手吗？它的价格就停在这儿了，它不就停在这儿交易停在这儿了吗？所以说这个位置上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买盘啊，或者说有一部分买盘进来，但是这个套牢盘也没全出啊，没有全出。那么对于我来说，我跟大家分享的是，世界上不是只有一个特斯拉可以做，我作为投资者，我也愿意拿着，我的保护仍然是选择跌破之后的一个尾部风险的保护。那么在这个位置上的话，你如果这是长期介入的话，你大约在210左右介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如果我们做一个 trade 来说，你想做一个非常左侧的一个交易，那我是不会做。那么你在这个位置上214买入，那么如果跌破大约在205左右卖出，那么你差约是10块钱的止损。那向上的一个空间呢，到这儿至少230，对吧？那么你现在花15块钱的一个大约是一个3:2的盈亏比，对于我来说不值。我从来不做这么低盈亏比的操作，所以这个地方不值。等它出现一个比较确定性的稳定性的这么一个机会以后，我会找有更大，就是说去攻这个空间的时候啊，我才会找到一个盈亏比更好的机会做 trade。所以呢，这是关于特斯拉的，我们又把这个基本面啰啰嗦嗦说了一遍。那我希望能再次帮助大家呢，解除你内心的忧虑，和给你制定起我们可执行的交易计划。好，奈飞我们来说一下，奈飞的这个地方吃肉是比较标准的一个走势啊，不是我强，而是说这个走势标准是吗？这个地方一个上次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下杀，跌30%多啊，一出1R又是一个下杀，哎，慢慢跌下来了。跌下来之后呢，大家注意为什么不能接飞刀呢？因为这个飞刀从上面灌下来了以后，这个飞刀太凌厉了，它需要时间去慢慢疗愈你的伤口啊。那这个时间疗愈多久呢？疗愈了将近半年，5个月以上。那么5个月以上的话，我在这个地方能看到，第一，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标准的中枢，底下这是一个标准的中枢，那么这里出现了一个向上的一个向上攻的这么一个态势。那么第二点呢，我们看到了就是上面的套牢盘全部已经向下进行一个新的吸筹。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一个什么呢？均线一个从全面像这样的一个全面向下开始逐渐纠缠，向多头变成纠缠的这么一个形态。那么这个形态是强烈看多的，那么同学就问我了，说你为什么不在一个是在这儿买入，为什么不在这个位置上买入？我说马上就要 ER 了，那么 ER 的时候突破我才会买入。那么 ER 的时候突破之后，大家注意，你知道盘前啊，它其实是在第二天盘后，它其实到了275，而且在275出现了会议之后，就一直横盘。我在这个盘后给大家做了一个解读，说它的目标价是500，然后我其实是非常认真的写了原因，大家可以到 Discord 去看啊。然后呢，我在这个位置上操作是怎么做的呢？我除了在这个位置上埋伏了一些明年300的这种靠以外，那么还有呢，就是都非常小仓了，根本就不值得一提。大仓是什么？大仓我一定要等它财报出来以后一定形成一个缺口以后，那么首先它第一天因为市场不好，它就直接就从275这第一天的这个盘后最高275，而且就稳在275了。那第二天一开就265，那说明这个10块钱是一个白给你的一个价差，我们不能要白给吧，或者说就是大概率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当天的日内在这个位置上，我给大家看5分钟或1分钟的，我们来看1分钟的，就是当时它盘后喷上去了以后，其实第二天开盘，大家看开盘的话就在265左右
205左右，这儿站上了这个低点以后，回到这个低点，我大约就在这个位置上就进入了一个仓位。那么进入仓位之后呢，我在这个地方就已经有了一波非常不错的这么一个盈利啊，非常不错的盈利。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也没有能给大家喊啊，对吧？所以我就给大家讲说，那这个位置上你不管什么地方买的，你这个地方怎么都是一个不会亏了，那你可以进行一个卖出啊，可以做一卖出。那么卖出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它一个第二次机会，就是第二次机会市场仍然走得非常弱的情况下，大家看它在市场中形成了一个盘整，那么这里就形成了一个小区间，这个形成小区间，这个区间我觉得还是有点小，要再大一点就好了。那这里形成了小区间之后，大家看这里形成了第一个盘整区，那么这个止损点也或者说这个地方的一个低点就有了，那又是到了265，那么这一波呢没有全卖啊，没有全卖，那么再折腾下来之后，今天在哪呢？不是在这265买的，而是突破上来之后，把这个区间再次突破了以后，大约在275左右啊，再选择加仓，那么直接这下又是一口肉吃上去，这口吃。那么我们呢就是这样通过小操作再转到大操作。那么现在的话就很简单了，那么已经带有很多利润的情况下，那么只要守住这根阳线的一半，这个位置就可以了，就持有它，那么这就是主力控盘。那为什么很多朋友说你ER这个地方，那不看ER，我们就这个地方买可以吗？那其实我给大家看一个就是失败的案例啊，就是 Snap。我跟大家讲 ，Snap 这个位置上，在上一次的，我们把这个系统关掉啊，这是噪音。我们在上一次的上面 ，Snap 其实是形成了一个主力高度在这控盘，主力高度控盘，而且是超过上一次财报非常好，然后在这一直控盘。这也是财报非常好之后的，你看财报非常好以后的一直控盘，控盘在这是高度控盘，当时我也认为是一定是向上啊，概率非常大向上。但是为什么就是原则呢？就是这个地方ER一出来之后，它跌到这个位置上了以后，它从80直接到55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下跌。那么如果我在这个位置上，我不是埋伏一些300靠什么的，那我要真是进正股，那我这个地方损失就特别大了。我就说，如果是奈飞也是这样走的话，你的损失就非常大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判断的过程中，如果它一旦跌破啊，我们再说奈飞的这个走势。那么一旦它跌破这个位置上往下探，那它下面空间还非常大，因为整个大家看啊，上面的阻力其实也是非常多的，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位置上是个价格的聚集区，是500左右，是它的一个中级的，这是个小的区。那么它第一步是攻这儿，然后第二步是攻这儿，差不多就结束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也分析了一个它的基本面啊，比如说它后面的好不好，那具体是不是好不好，先炒作一波再说，不用管它是不是真好啊。所以我们这就是一个交易计划，就是我不是去试图买在最低，就是我分享那么多视频，其实我们的教育视频大家都不看，或者看量非常少。我知道大家都想发财，可是你想过没有，交易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想买到最低，买的越低越好，抄大底。所以你如果一旦有了抄大底的心思，你就会在这个下跌的过程中，从700多，那你抄到什么时候才是底呢？那100多你就拿不住了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交易不是去抄一个底，买的最低啊，或者吹一个牛，而是说我能买到一个最有确定性、最容易赚钱的一个 setup， 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么这就是奈飞今天的一个板块方面，我稍微提一下，就是金融板块最近特别的强，大家可以稍微关注一下，包括这个金瓶梅 JPM， 这里都已经做出了一个反转的一个结构出来了啊，反转结构出来，但是比高盛强。高盛没有突破这个高点，金瓶梅都突破这个高点了，所以我们注意啊，这个大科技走的没有金融强，那么软件方面，比如说微软走的也还可以，所以大家看这些保守板块其实也都不差，这是 run， 这是 buy， 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现在就是再耐心一些吧，再耐心一些。好，那今天呢，我们的复盘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周再见，谢谢大家辛苦了。如果有任何意见和建议，请跟我直说。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请给我们订阅、点赞、转发，并且留言，谢谢，拜拜。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的视频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
那么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呢，请给我们点赞、转发、分享，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我们的 Discord 的链接也在下面，大家可以加入。还有就是如果想对我们的课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下面的 Teachable 的链接。那么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